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各国通膨物价飙涨，人们外出用餐时常精打细算。中国近年也掀起穷鬼套餐的热潮，这个词跟穷不穷无关，而是用来描述价格低廉且有一定性价比的套餐组合。这种风潮从剩菜盲盒延烧到大型连锁餐厅，还有人认为中国的餐饮业正式进入折扣时代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中国的穷鬼套餐，并探讨背后的通缩隐忧。放眼中国的穷鬼套餐，北京连锁快餐品牌南城乡去年推出超低价自助早餐，只要花上人民币3块钱，就能无限享用八宝粥与牛奶等7种早餐品项。为何南城乡能做到3元无限吃还不亏本？创办人汪国玉透露2个秘诀：首先是透过中央厨房送餐，压低个别门市的负担；第二是严控成本，自助品项中的粥品与豆浆成本其实都很低。自助式还有个好处，就是能减少外场人力。纵观中国餐饮业近年的变化，我们会发现整体市场早已陷入折扣大战。瑞幸最新公布的年报显示，该品牌的市场销售额在2023年超车星巴克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霸主。主因之一就是低价策略。瑞幸去年推出一杯咖啡9.9元的促销活动，有效拉高市占率。而麦当劳也在2024年初推出10块钱的双牛堡，结果引发大热潮，导致订餐系统瘫痪。过去这2年，平价成为餐饮市场的流量密码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全年的餐饮收入年增率高达20%，其中中低价赛道竞争激烈，不少餐饮品牌因此推出穷鬼套餐，利用套餐组合或限定促销的形式，拓宽商品的价格带，还能避免直接降低原有餐点的价位。然而，平价热潮的背后牵涉到中国经济成长放缓，以及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，那就是通货紧缩。根据美国联准会的定义，通缩描述的是商品与服务价格持续下滑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，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年负成长，就代表该经济体陷入通缩。如果落入长期通缩，将导致资产价值与投资的支出缩水，对整体经济造成恶性循环。强如日本，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后，便陷入长期的通缩状态，直到20多年后的现在，才终于进入去通缩的阶段。在这之下，不少人开始担忧，中国是否即将步上日本的后尘。中国历年的 CPI 年增率都在 2% 上下波动，近年的波动却比较大，从2022年的 2% 下跌到2023年的 0.2%。对于这个数据，以下我们会分别从中国官方与外媒的角度来解读。针对以上状况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多次强调，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，而下一个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。至于通膨率为何在低位运行，官方认为只是阶段性的下滑，背后是短期的需求不足，导致物价下行。也就是说，未来随着人民收入增长，企业与民间的支出意愿提升，通膨率将会温和上涨。但在外界眼里，中国的 CPI 年增率下滑，凸显出该国经济近年确实遇到问题。华尔街日报就指出，中国当前面临8大痛点：房地产引擎熄火，消费者信心低迷，消费者物价指数下跌，债务高涨，劳动人口下滑，外国投资撤离，贸易壁垒升高，以及经济成长放缓。而且以上问题环环相扣。套用康奈尔大学知名经济学者普拉萨德的说法，中国正在面临通缩的幽灵。这也不禁让人好奇，这世界第2大经济体曾有过生猛的经济起飞期，为何如今会面临通缩？对此，摩根大通认为，政策是一大因素。虽然当局喊出扩大内需的口号，但政策重点却始终围绕在生产与投资。与此同时，经济前景不明，也导致家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。至于经济压力的来源，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低迷。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从2023年10月一路跌到2024年1月，创下2009年以来最长连跌纪录。彭博认为，这主要来自食品价格下跌，尤其是猪肉价格重挫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养猪业为了抢得市占率，纷纷扩大产能。近年的非洲猪瘟疫情，更让政府鼓励养猪业扩大饲养量，结果衍生出供过于求的状况。然而来到当前，中国经济下行，银行与地方政府缩减对养猪业的支持力道，导致畜牧产业出现经营危机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的猪肉产量创下9年新高，但光是同年12月，中国的猪价便重跌25%。彭博进一步指出，食品需求疲软，也反映出家庭开支缩减。当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，民众自然会降低消费水准。
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中国盛行的穷鬼套餐可说是经济大环境的缩影。虽然对一般民众来说，平价的选择越多越好，但外界却也开始担心，假如中国真的走上日本的老路，最糟会产生哪些后果？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23年底发布报告，分析了中国未来经济展望。内容显示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低迷了超过2年，政府为此拉高对房产企业的资金支持，但这有可能加重金融体系的负担，甚至发生住房销售低迷、价格崩跌以及银行呆账增加等问题。报告进一步假设，假如危机在2027年爆发，政府为了处理债务问题，将大幅缩减基础建设的投资规模，资本也将加速外流，到时候人民币的汇率会大幅贬值，从现在的1美元兑7.2人民币下跌到1:9的程度。同时的中国经济也将降至零成长，并在危机发生的2年后出现经济衰退。这股风暴将延烧到世界各地。由于中国在全球贸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，因此除了中国之外的17个主要贸易国，2027年的经济成长率将比在正常状况下要低了至少 0.7个百分点。虽然预测结果看起来很不妙，但报告也提到，这种规模的经济危机属于有可能发生但机会不大的类型。不过报告也推算，中国即使没有发生资产崩跌，经济实际成长率仍会逐年放缓，年增率将在2035年下降到 2% 以下。假如当局从现在就推动经济改革，包括处理不良贷款以及加速数位转型，则有机会在2035年将经济成长率维持在 2.5%。但即便如此，中国恐怕还是无法超越美国。报告预测，在最好的情况下，中国2035年的名义 GDP 仍只有美国的80%。站在全球经济的立场，各国都不会希望中国真的陷入经济危机。但在近年的通缩话题中，有外媒指出，中国的通缩隐忧已经冲击到世界其他地区。摊开中国2024年初公布的海关数据，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总额年增率为 0.6个百分点，但以美元计价却年减 4.6个百分点，是2016年以来首度下滑。对此，智罗德投资集团与金融时报都认为，这显示出中国境内的产能过剩，导致出口企业必须降价求售。至于这会产生什么影响？正面角度，中国输出通缩能缓解全球商品价格通膨的趋势，但从反面来看，中国低价商品向外倾销，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。例如，中国的钢材价格下跌，导致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量增多。其中，泰国在2023年1到9月进口的中国钢材数量年增率多达2成以上，而当地的钢铁企业便抱怨，这恐怕导致本土生产能力下滑。回过头来说，这个趋势也可能冲击到中国企业。虽然低价能抢得国际市占，但同时也要牺牲利润空间，影响到股票估值。总结来说，中国近年的消费降级风潮衍生出不少特殊的社会现象，但背后的经济变迁将带给本土甚至全球深远的影响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会看到世界经济又发生巨大的改变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